大师第2季继续进行着火山岛屿改造计划，妹子们看到岛的形状时，立马就有了灵感。他们准备将岛变成一只大王八，一只大乌龟。说到大乌龟，还是得恭喜他们拿了冠军。不过没事儿 ，LPL 咱们明年再来。脑洞大开的这一组，其中一位是科学家妹子。本来以为科学家打乐高已经很牛逼了，结果另外一位的工作竟然是秉承着严谨的态度，拌饭去查了一下，结果还真有这么个职业。而且这个听起来有点扯淡的职业，还是起源于中国。这一组可以说是玄学与科学的结合。不过形态的处理一直是大件的重点。他们的故事还不错，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把这只海龟做得像。玄学组的作品叫《圣龟岛》，故事讲述的是人们都生活在这个大乌龟身上，他们用透明砖块做成了水柱，能和圣龟交流的使者站在水柱上，非常动感。龟背上使用了很多树叶零件，打造出茂盛的丛林。就是这个圣龟的头部，咋看咋不像。接下来的是从小就是闺蜜的闺蜜组了。他们从最开始接到改造任务后，就互相发懵了好几个小时，直到评委过来点播，才有了设计的方向。最后决定做一个奇幻世界的梦幻小屋。有多魔幻呢？他们说了，是我们永远也买不起的那种。赶进度的他们在小屋搭到顶层时，不幸来了。因为对建筑结构的稳定性预估失误，在给墙面贴瓷砖的过程中，顶楼直接倒塌。毕竟现在距离结束只有15分钟的时间了。最终展示阶段，这个梦幻小屋正要被主人卖掉。虽然它很豪华，游泳池、停机坪、大客厅和各种设施应有尽有，但屋子的主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打包了行李，坐上了船。That structural integrity is a great reason to get out. 实话说，这个烂尾的作品除了运气背之外，也有搭建实力欠缺的因素。范范已经开始担心这对闺蜜之后的比赛情况了。乐高大师第2季继续进行着火山岛屿改造计划，他们是高中同学，但估计这张照片之后，他们的头发就再没剪过。这飘逸的长发和扑面而来的艺术家气息，范范恍惚间像是看到了在紫禁城下弹奏夜莺的雅尼。他们准备建一个蒸汽朋克的机械世界，但艺术和毁灭总是站在一起。朋克世界的居民还未意识到的是，所属地底的火山岩浆即将喷发。从空中俯瞰，这个世界已经建起了能发电的水车，一侧的供电站通过埋下的线路开始给建筑输电。科技水平比隔壁还在搞巨人出卖的小人可是高出了一大截。可是大自然想要制裁你，还是分分钟的事。岩浆不受控制的喷涌而出，带着炙热尾焰的他们甚至已经撞向高塔。城里慌乱的人仔四处躲避，一副末日浩劫的场景，唯有背景里高大的火山静静的伫立。简单直接的末日主题，多彩岩浆和暗淡建筑的对比，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作品实在是太吸引人。Back off, I'll fight you. Lovers quarrel. 乐高大师第2季的夫妻组合姗姗来迟，一上来就把新岛屿构思成魔法和异想的空间。为了博得评委的喜欢，他们准备炫技做一个8角形的魔法塔。夫妻组的作品叫红巫师的命令，这个极具复古的建筑，再加上周围诡异的植物造型，完美的模拟了中世纪魔法大陆的场景。可是红巫师在哪？ I think we need to spin this around entirely. 原来这个像甘道夫的红袍巫师藏在魔法塔的背面。果然，法师的输出环境得隐蔽。虽然有时候有备而来。乐高大师岛屿改造计划最终章，姐姐组的想法是搭建一个在海底的岛屿，将地球反转。这项目我投了。不过这搭的是啥海底世界啊？怎么还有个小人在冲浪？这不是海面上的活动吗？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There's nothing there. 姐姐组的作品一眼看去仿佛置身大风车栏目组，海底的珊瑚和各种藻类倒是足够丰富，与这个类似帕特农神庙的神之建筑浑然一体，但色彩完全超载了。而且这海底突然涌起的巨浪让人有点出戏，咋的？刚进行过核试验吗？金发组压轴亮相，看得出来他们是虞书欣的铁杆粉丝。Wow. Wow. Wow. 金发组的想法是搭一个秽土重生的新世界，这个蓝色的粘液人作为创世主，赋予了万物生命。火山岛屿改造计划最后一个作品行托邦，这个废墟之上的蓝色巨人叫 Steve， 不苟言笑的他在岛上栽种植物，浇水施肥，创造万物。 You nailed the whole new world. You're actually making a new world. 回忆一下前面几期，你觉得最屌的那个作品是什么？最终评委把小金砖和小胖砖都给到了搭建出东方风格浓郁的巨眼之塔的基友组。下一期炸就完事儿了。 What's one thing that's better than Lego? Blowing up Lego. 本期任务是要求大家创造震撼的爆炸瞬间，那光炸没啥意思，还不如小时候鞭炮炸粪坑快乐。本期还加入了4种爆炸时的特效：粉尘、闪粉、水和这个粘液。
怎么听着和炸粪坑差不多啊？长发老哥抽到的是粉尘特效和双枪侠盗人仔 ，Q 之点点 W 之点点的。这个人仔就是他们作品里的英雄，因为抽到的是粉尘特效，他们将作品设定在尘土飞扬的西部世界。剧情是侠盗抢了银行的钱，接近穷人，然后扭头竟然给银行炸了。这好吗？这不好。虽然这集看的是爆炸瞬间，不能光爆炸这么简单，肯定要整点活出来。长发老哥在人仔头上拴了根绳，好让侠盗的帽子在爆炸的时候能飞出去，像这样。他们实验了很多次，就为了接下来的爆炸正片。Everything is really resting on this hat. 4, 3, 2, 1. 爆炸的瞬间，侠盗的帽子飞了出去，出现了一个光头。看来绳子被证实是一个完全没必要的东西。慢放中，整个屋顶斜卷的零件飞过了他的身边，但没有打到主角，可谓装逼桥段中的经典画面。从爆炸的结果看得出，他们故意将银行搭得松散些，这样只有银行炸碎了，而旁边的房屋和峡谷完好无损。Well, I think that is masterful. 今天选手们要为评委的大作赋予新生命，在巨大的冒险地图上搭建史诗场景。评委来参加个真人秀也挺费手的，题目都得自己搭，比如这个大沙盘就要做出6种不同的自然地形。看1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就知道又是一场技术赛，最后展示谁不会动谁尴尬的那种。胡子组擅长动物，又拿到的是沙漠地形，优势结合下决定做古埃及神话中的沙漠死神阿努比斯。以前的选手要么机械强，要么造型强，作为机械和生物造型双强的胡子哥上来就展示了自己是怎么吊打比赛的。他们想要狗头的大小手臂都做出来回扫的动作，这就需要2个以上的关节。他先做了小的曲柄连杆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大曲柄连杆。 As the vehicle drives past, the squid is going to sweep them off the top. Yep. 这部赢真的天理难容了。接着在机械结构上丰满手臂和爪子，填充模型细节，在竞技版的小狗头后面加堵墙，最后放个金字塔。冒险家们路过沙漠，巨大的阿努比斯俯身想要抓住在黄昏中飞驰的越野车，人仔祭司们正在举行召唤阿努比斯的仪式。12小时能达到这样的完成度，真是纹身师闭眼羞我一脸。但阿努比斯还是有2处可优化的空间，一个是机械臂外露的部分过多，另一个是评委指出他们的2个场景有些割裂。更好的处理是融合2部分故事，让人仔祭司围在大阿努比斯身边。长发小哥拿到的是地中海，选择很明显了，就他曾经的地中海霸主古罗马。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对于乐高大师来说半天就行。秉承着谁模型不会动谁尴尬的想法，几个实力相近的头部队伍都掏出了自己的机械组。长发小哥想做一个从神庙里冲出来的牛头人，他们在牛和门之间做了一个简单的联动装置，就像布谷鸟钟一样。评委让他们看看隔壁的大狗头。 That's what you're up against. Yeah. 虽然他们攻克了机械组难题，但一个小牛头人根本不够看。 Why not have another one that's terrorizing or something like that? Cyclops. Mate. 剩下1个小时里，他们用上了单身多年的手速，拼出了个独眼巨人。冒险者开着越野车路过古罗马集市，正当冒险者发现独眼巨人时，一边的牛头人从神庙冲了出来，和旁边的独眼巨人一起攻向冒险家。独眼巨人身上还背着一只小烧鸡。 Did you have a little piece that you're proudest of in there? Oh, I kind of like the bathhouse. She's peeing in the bath. 黄色透明砖用得很还原，果然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评委也夸赞他们最后逼着自己增加巨人角色，才是提升整个作品的关键。 Well done, guys. Great job, guys. Getting the praise from Big Man is just a massive boost of confidence. Yeah. Happy as. 6块地图合体后，最扎眼的不是胡子哥的狗头，而是虎头。短发小哥组拿到的是丛林板块，他们决定放弃机械，专注造型，做一个大老虎神庙，复刻冒险片中的经典丛林套路：吊桥、陷阱、插满毛的墙。 That's a tiger head in the middle of the jungle. 可惜动物造型是乐高永恒的难题，主角虎头的气质稍微有点跑偏，但12个小时的打磨后，勉强算救回来了。 We got jungle. 冒险者穿过危险的老虎丛林，巨大的神庙坐落在顶空，下方的勇士们穿过带毛的墙，摇晃的吊桥被老虎追赶。在人仔视角上，只露出头顶的虎口，反而看起来更加霸气。这个画面绝对称得上全场构图最佳。厄运组因诅咒砖块，所以前5分钟不能动，只能看到其他选手把好地形都抢走，只给他们剩下了一块高地。 Guys have been left with the highlands. 想放机械得搭个活物，和高地有关的活物，那就是苏格兰高地的尼斯湖水怪了。一群缺德的村民正在偷尼斯湖水怪的蛋，冒险者路过，一把火破坏了偷蛋机器，深藏功与名。水怪尾部的蠕动处用了凸轮结构，4边形结构让水怪在身体倾斜的时候可以张开嘴，
这一期比较拉胯的是情侣组和妈妈组，出手怪在节目里出镜频率太高了。小情侣的海怪章鱼在造型上也没能突出重围，但他们的船做的确实不错。还有妈妈组的冰霜女巫，只能说庆幸这不是淘汰赛吧。没想到最后评委更青睐短发小哥的丛林虎头，以完美的构图和场景融合拿下了冠军和下一期的豁免权。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如果一群完全没玩过乐高的人来参加乐高大师，会发生什么？圣诞节特别场里，节目组请来了澳洲的4个著名主持人，他们给这4个门外汉一人配置了一位往届选手。这位整活哥分到的是人气选手塔王组的小哥，同时为了补偿实力上的不足，这一期每个队伍都可以使用评委1小时。太好了，能不能让评委帮我扛2袋大米到6楼？这个使用指的是让评委帮助自己搭建1小时，这不纯纯就是带乔丹打篮球和 Faker 做队友吗？整活哥和塔王准备做一个圣诞老人卡烟囱里的故事，然而这些目前都是塔王一个人做的。整活哥除了划水以外，几个小时一直在做一张陷阱地毯。整活哥终于等到评委问出了那个问题。Lego started in 1933. When did it start? The 10th of August 1932. 他们把最难的部分留给了评委，用乐高搭一个皮质沙发，仅仅靠想象，评委就在1小时内用小砖块做出了皮革的感觉，缓解了塔王的压力。圣诞前夜的客厅里，圣诞老人卡在了烟囱里，因为壁炉太烫，所以他的脚不得不来回乱踢。但整活哥也不算全程划水，壁炉上的袜子、1932年的地毯、墙上《虎胆龙威2》的海报都是出自整活哥。角落的圣诞树下面是一辆转得很巧妙的小火车，桌上是留给圣诞老人的曲奇饼干和牛奶。塔王一个人能做完这些是真的牛，看看其他组的作品就能对比出塔王有多难了。金发妹子分到了第1季做波塞冬那组的冠军大哥。妹子不喜欢无聊的故事，于是提议做一个黑帮圣诞老人和小弟抢完银行庆祝的场景。My plan is to wear Brickman out. First hour, he has no energy for anyone else. 因为他们拿到的主题是澳洲圣诞节，所以请评委做了一只考拉和一只袋鼠。上次打波塞冬是职业比赛，这一次就是娱乐局，对于大哥非常轻松，大哥只要配合妹子的想法，还原出这个有趣的故事就行。其实圣诞老人有一个邪恶的双胞胎，因为在家里不受宠，就来到了澳洲做起了黑帮。他手下的小弟抢劫了银行，偷走了所有的圣诞礼物，在沙滩上庆祝烧烤。作品上半部分太空，不过对于新手来说，这个程度已经很 nice 了，尤其是故事很有意思，小精灵的头部运动也很巧妙，其他我编不下去了。短发女主持的队友是第3季里的短发小哥，这小哥在雪花球那集就已经搭过圣诞主题了，经验上更有优势。他们的圣诞老人驾着雪橇在屋顶，雪橇拉的礼物都掉在了地上。圣诞赛里每个队伍可以使用1小时的评委，他们自己先做比较简单的房子，把最难的部分留给评委。 We were thinking a sleigh. 评委自己在脑袋里迅速建模，1小时后就变出来了一个圣诞雪橇。 Good hour? Arguably the best hour we've had so far. I feel like I'm running a massage parlor. 白色圣诞节这一天下起了大雪，几个关节键连成了雪人飘逸的围脖。这棵圣诞树更简单，用基础板层层交错，再加上一点小装饰。屋顶的圣诞老人因为驯鹿起步太快，后备箱的礼物都掉了出来，就像这只挂在房顶的小泰迪熊。屋外角落的一堆胡萝卜暴露了是驯鹿在随地小便。无论是细节还是整体都很像乐高大师的作品，差点忘记模型有一半都是不会乐高的人做的。给白发哥配的队友是塔王组的2号塔王。白发哥是一档房屋改造真人秀的主持人，虽然已经55年没玩过乐高了，但老哥还是非常用心的在搭建。他们准备设计一个圣诞老人工作室，圣诞老人在楼上命令着下面流水线的员工，和上一组一样，他们也将核心交给了评委。 We want a big Santa Claus sitting in the front. Love it. 这个曲线的塑造真的没话说，但头还没拼完，评委的使用时间就结束了。看看他们接手后的成品，圣诞老人坐在2楼，居高临下的指挥着这些打工精灵。打工精灵们包装好礼物，经过传送带，最后放上雪橇车。礼物的流水线和小塔吊都用上了机械，角落里的抓娃娃机和2楼悬梁在吃东西的小精灵都是亮点。最后评委看过了4组作品，将第1场的冠军给到了尿尿驯鹿那一组。短发女主持和小哥将在下一场比赛拿到了一个不是很巨大的优势。 These hands for 1 hour. Can we unwin? 为了拿到圣诞乐高大师奖杯，整活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Never before on the show, I would suggest slip her hands through those things. 整活哥和塔王制定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计划，先由塔王吸引其他人的注意力。 Oh dear.
Clumsy me. Oh no. Clumsy, clumsy. Oh.再由整活哥将圣诞奖杯放在小推车里，然后带回去藏匿赃物。本期主题是做一个小孩子都想要的圣诞乐高套装。 If you want to get your hands on the incredible Christmas. 整活哥和塔王准备做一个城堡，地面上是兵临城下，两军交战的场景。然而就在搭建过程中，整活哥被发现是疫情密接者，所以就被抓去隔离了。其实整活哥走了，反而提高了塔王的效率，最后一个人拼手速完成了城堡。红色军团正准备和黄色军团交战，他们正在给投石机装弹。与此同时，屋顶上的龙要带走公主，评委认为缺少一些可动元素，比如能升降的吊桥和活板门。但这有点太难为塔王了。城堡从单人作品的角度说，真的已经巨强了。白发哥和塔王2号这边就稳得多，他们做的是一个坐落在澳洲荒野中的联邦风格的建筑。西风从沙漠中吹过来，引燃了一场火灾。古代人建立起的房屋，包括这个可爱的小厕所，也将要被烧毁。打开屋顶，里面有完整的家装和人仔故事，澳洲人文化咱不太懂，但看起来是一个成熟的 MOC 作品。圣诞特辑最终篇，评委替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短发女主持 M 姐和 B 哥准备做一个能看到内部的蘑菇学校，因为上场比赛拿到了使用主持人1小时的特权，他们非常怀疑主持人的搭建水平，不情愿的交给他做了一个蚂蚱校车。主持人为了找回场子，开始在后台和评委进行了朋友交易。主持人先背下来评委拼好的蚂蚱，然后在 B 哥和 M 姐面前装一下自己也很牛逼这件事，最后等到时机成熟 When the time comes to switch out my grasshopper with brick bands. I've never felt so alive. 巨大的蘑菇学校，下面蚂蚱马车正载着学生们去上课。蘑菇教学楼像玩偶屋一样可以打开，门后有药水课、音乐课和魔法课，顶端是天文学课堂，集齐了故事美学和可玩性3要素。做波塞冬的大哥简称波哥，他们准备做一个珠宝盒里的乐队。波哥终于可以在机械部分施展功力了，但和其他组比，珠宝盒实在是太小了，他们直接在下面加了一个大抽屉，外表看上去是个床头柜。打开顶部的礼物盒，里面出现了一个小型乐队，这确实是一个天才的机械设计，鼓手和背后的音响同时颤动的节奏很真实。打开柜子，4个抽屉就来到了商业互吹环节，顶层是恋爱综艺《爱情岛》，类似最近的《单身即地狱》。第2层是乐高大师，这是上一期偷奖杯的整活哥，然后是明星的红毯现场，最下层是 M 姐主持的今日秀，整个抽屉就像一个剖面的电视台广告，创意很妙，只是场景上有点单薄。最后4支队伍里，蘑菇学院得到了评委的赏识， B 哥和 M 姐也成为了乐高大师里唯一一支赢下所有比赛的队伍。等会儿这奖杯有消杀吗？米接着砰我啊！点击右上角关注乐高拌饭，记得一键3连哦。兄弟组被分到的是切一半主题，半个咖啡机。切一半主题历届的2个冠军作品完成度都非常离谱，这就不得不带大家回顾一下了。第1季的冠军是海王组的封神之作，半人小提琴，机器人挣脱齿轮和线路的束缚，破琴而出，一只机械手臂挽着琴，另一只手高举着，指挥自己的重生之歌。以及第3季里胡子哥的录音机，他们把收音机倒过来拼，做成录音机在爆炸中摔倒在地上，火花炸成音符喷涌而出的场景。可惜胡子哥只要再坚持1集，就不用在电视上看这一段了。这2个作品都是出自当季冠军之手，2个神作天花板压顶。作为第3季冠军的兄弟组，无形中压力变得很大。咖啡机远看像一块水泥疙瘩，非常无聊。于是他们打算把静止的物品变成一个角色，搭一个冲咖啡的机器人，一手出咖啡，一手出小票。但在这种卡通设定中，2只手视觉上确实不够奇趣。 I'm going to ask you a question. How many hands are appropriate for barista bot? It's a great question. I reckon 5. 5 hands? 5 hands. 1 for each function. Yeah. 1 even turning itself on. Like an unnecessary function. 为了能赢下这一次的至尊砖，他们听从 Brickman 的建议，他们给咖啡机增加到了5只手，固定好腿部，再调整好机身细节。灰色的大水泥块几乎完全被藏进了砖块里，一只咖啡机器人完美诞生了。这是一只为咖啡而生的机器人，它一生唯一的任务就是做咖啡。每只机械臂上都套了一只红色的卡通手套，第1只手拿着杯子，第2只手拿着糖，第3只手操控手柄，第4只手按开关，最后1只手负责点赞。兄弟组有极强的图形概念和零件运用能力，模型最大程度做到了去颗粒化，是很有创造性的改造。对于大师赛来说，这其实还是一个在安全区里诞生的作品，漂亮但不够惊艳。本期进入冠军队列的2组分别是兄弟组的咖啡机以及友谊组的食物链。罗马新摔史没进来，我是有点意外的。不过友谊组这次确实有点领域展开的意思了，而且执行上也很成功，但最后还是败给了兄弟组的咖啡机。这次拿到至尊砖，下期不会被淘汰，也就相当于直通半决赛。
下一期 Finals week. So it's really smart for us to play it safe, but we're not going to do that. How is that going to stay up there? Science. Are you for real? And this one is a cliffhanger. 你们这样折磨乐高真的好吗？看完这一集，我手机里的灰都被震出来了。本期主题就是要求选手们展示暴力美学，在固定底板上搭建一个在11级震动中挺下来的建筑，而且高度必须达到 1.2 米。Is anybody gonna be lower than us? 复习组采用了堆叠加连接处，用球窝接头键相连接。球窝接头键就是这种关节键，我用腹肌都能夹开。在印度工程师组，听名字这么多各种抗震的乐高塔，我还是忘不了澳版第2季长发老哥差点牺牲手指搭出的那个实心塔。但这招铁砂纸也被美国的兄妹组学去了。兄妹组准备做的是一个大型的生日蛋糕，奶油上沾满了小人仔，他们选择以护锁结构做成一个实心的大砖块的，以重量取胜。这已经不能称作楼了。后坚持到11级的3组中，教师 DJ 组的斐波那契数列凭借外观拿下了第1名。抗震效果最弱的3组是父子组、双胞胎组和白人兄弟组，而父子组的猫咪伤心楼因为外观不敌双胞胎。这一场必须有医护人员在场才能进行的乐高比赛，想必大家见过很多离谱的帽子，这些帽子大多数都是走秀产物。本期主题就是用乐高设计出在 T 台走秀时的帽子，而且选手戴上展示的时候，双手必须脱离模型5秒。10来斤的砖块考验脖子和头发的时候到了。双胞胎组要拼一个巨大的厨师帽子，这个体积看着就头疼。是真头疼啊！为了能脱颖而出，他们还要在帽子里加沉重的电机，让顶上的食物动起来。所以各种 debuff 叠加之下，最后的成品变成了这样。 Jacob from the team of Caleb and Jacob, with all the delicious treats. And there's even the chef on the top, the icing on the cake. 看给小哥脖子都压前倾了。接下来，弟弟度过了人生中漫长的5秒。 Wobble. All right. Wow. 兄弟俩拿到的是本命年套装，他们根据红色设想做一只凤凰，在帽子中心的火焰起飞。 She is full of attitude. She's now got to do the 5 seconds of posing without her hands. Can she pull it off? Come on, Lauren, you got this. 得益于妹妹的颜值和身材，整体效果起飞，平衡性也过关了。夫妻组做的是天体帽，是全场唯一有灯饰零件的帽子，云朵中沉睡着月亮，可惜舞台灯光太亮了，发光砖显得不那么明显。镜头来到华裔组这边，这次时尚帽子对他们2个理工科很不友好，就连拿到的颜色也……兄弟俩喜欢射箭，于是做了一顶带有羽毛的罗宾汉帽子。 Not supporting the hat the entire walk. Time for the pose. Here we go. The Archer. 他们的走秀完全不用手扶着这一点，已经打败比赛了。帽子和弓箭组合在一起，就像一只红果脆嘴。哦，不是，是红嘴翠鸟。但这一组可能不是最绝的，因为还有组更贴题的。年轻的妈妈组刚好是时尚设计师出身，他们准备做一个2边不对称的大羽毛礼帽。不对称还能保持平衡吗？更离谱的是，他们也决定在帽子里加电机，让顶部的羽毛转起来。不过一加上前面的头纱，画风一整个高级住了。 Here comes Michelle. Capital F. The hat is spinning. Can you even tell that's Lego? Kind of like a 20s look. It's next level, right? 即使是华裔组的朱玉在前，依旧被妈妈组的这顶帽子惊艳到了，简直高定感十足。印度工程师组有拼头套的经验，他们继承了玩蛇的种族优势，准备做一个户外探险家的帽子，上面盘绕着一只蛇。然而后台准备的时候，印度工程师的笑容突然消失，关键时刻帽子模型断了。How am I going to do 5 seconds with this? This thing may fall apart on the way down. 但是大哥硬着头皮还是走上了 T 台。 They took some real risks here. Tails. 明明创意挺厉害的，可惜做得太高太细了。中年妈妈的灵感来源于曾祖母的一张照片，走动的时候羽毛弹跳的效果配合妈妈的气质。黑人组做的是一个埃及风帽子，成品基本以堆砖为主，果然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白人兄弟这个完全超乎意料，他们计划做的是海盗帽，做完让有胡子的小哥戴看着更像海盗。他们和其他组的设计都截然不同，两侧用对撞色做了不同的画，一面是月亮和海豚，另一面是太阳和海龟。 And look on the other side. Now he's showing us the other side of the sun. Incredible. Those turtles. Oh, that wobble, that wobble. Oh, you can feel it. 教师 DJ 组做的是一个狂欢节头饰，然而他们这一根羽毛有3个头那么大，夸张的赶上粉红女郎的桌子婚纱了。直到做完上台前，他们才意识到这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Incredible.
Check out the silhouette. Wow, that's a wild. Can he strike the pose? 这顶帽子大到必须用手扶着。 Can they pull off the 5-second pose? 小哥一松手，差点带走评委。可惜最后还是啐了一地。最后砸地上的两组排名垫底，运动工程师组因为帽子在上场前就碎掉了，遗憾成为了被淘汰的队伍。下一期悬浮建筑。